小鹏 VLA 2.0 相比上一代，它的提升可以说是跨代级别的。如果你最近考虑买小鹏的车，我强烈建议至少要买搭载2颗图灵芯片的型号。最近我深度体验了小鹏刚刚发布的辅助驾驶系统 VLA 2.0。作为一名长期使用小鹏老版智驾系统的真实车主，整体的感受下来，我认为它的提升是巨大的。最直接的就是行车平顺性的提升。老版本的 NGP 平时在高速和城市的快速路上表现的还不错，但是在市区的道路，不管是过斑马线还是左转右转，其实表现的都不是特别好。它的刹车和铁速相对来说比较生硬，经常会出现一顿一顿的情况，体感上也不舒适。升级 VLA 2.0 之后，这个问题改善是非常大的。它这个车子的加减速更像是一个老司机开的车，油门刹车都很平缓，堵车的时候它反复的启停也都比较丝滑，不会有明显的顿挫感。第二点就是它似乎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能力。原先的老版本很像一台没有智商的机器，它只会按照固定的规则和程序去运行，一旦遇到这个代码里没有的场景，它就容易直接卡壳，或者说就直接胡开瞎开。现在的这个新版本在面对绝大多数这种常见的行车场景都能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和规划。第三点就是它在面对人车混行的道路上提升巨大，就是类似城中村小路的这种场景，小鹏的 VLA 2.0 在这个场景里是目前我用过的所有智驾系统里表现最好的，没有之一。它的行车连贯流畅，绕行丝滑，也不会轻易被行人和电瓶车吓到急刹，整体的可用性已经非常高了。当然，这套系统其实目前的问题也不少，比如我之前视频里吐槽的安全性问题，它之前在一个右转的路口差一点碰到一个骑自行车的行人，包括目前它在无保护路口的汇入、无保护的左转做的都不是很好，它也无法倒车脱困。还有一些很基础的问题，比如在没有车的快速路上反而突然龟速行驶，红绿灯起步的时候犹犹豫豫的等等，就这些很基础的问题，就好像它发生了这个系统 bug 一样。总的来说，我认为小鹏的这套 VLA 2.0 系统虽然进步不小，未来的上限呢也很高，但是目前这个版本来说，它完全谈不上是一个成熟的系统。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力集中，随时准备接管它。也希望小鹏尽快迎来下一个的大版本更新，把上面的这个问题都优化好。我还是非常看好小鹏这家公司的。